简直不敢相信，蒙古竟然也拍丧尸片了。作为我们的邻居，这个国家的存在感一直都很低，特别是电影，大部分人很可能一部都没看过。而就在最近，他竟然也拍了一部丧尸电影。先不管电影的质量怎么样，就冲着蒙古加丧尸这个组合，我就必须带大家一起看看怎么个事。一辆大巴车缓缓行驶在公路上，车上关押着一群青年罪犯，他们正被送往一处野外的集中营，准备进行长达1年的劳改计划。罪犯们天真的以为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睡觉而已，殊不知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噩梦。刚到营地的第一天，为了让罪犯们乖乖听话，教官便在主管的监督下狠狠地教训了其中一个刺头。晚上吃饭时，大家明明在食堂里吃得好好的，可教官却偏要把他们带到外面，将食物放在地上，让他们像狗一样进食。短发女只是表达了一下心中的不满，就被女教官狠狠抽了一顿，还在她的衣服上用油漆做了一个标记，这是一个警告，一旦超过2次就会延长1个月的劳改时间。听到这里，一名胆小的罪犯赶紧乖乖照做，其他人也只能选择服软。而相比之下，之前的监狱简直就是天堂，在集中营没有任何人权可言。果然过了不到几天，有人就扛不住选择了逃走。可他一路跑到天亮都没能跑出这片森林，最后还是被警卫抓了回来。教官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让大家看看逃跑的下场，一顿疯狂输出，差点没把罪犯给活活打死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被关在外面的铁笼里，忍冻挨饿3天3夜。接着教官向所有人发出警告，集中营虽然没有围栏，但如果有人想逃跑，下场只会比他更惨，而且所有人都会受到牵连。这一次的惩罚是没有晚餐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丧心病狂的教官依旧想尽各种办法虐待罪犯们，不仅有肉体上的折磨，还有人格上的侮辱。长期遭受这样的压迫，反而让他们产生了一定要离开集中营的想法，否则早晚都会被他弄死。终于在这天晚上，他们等来了一个机会，营地里突然来了2个西装革履的男人。主管亲自上前迎接，看来来头不小。不一会，教官便来到宿舍，带走了其中一个比较听话的罪犯。看到大部分警卫都跟了过去，犯人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于是立刻穿上衣服逃走了。而此时的罪犯则被带到了一间秘密实验室，身穿防护服的研究员正在给他注射一种药剂。所有人围在一起观察着这一幕，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，似乎正在进行某种实验。然而下一秒，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注射完药剂的罪犯突然发疯，扑向了一旁的研究员，大家吓得赶紧往外面跑。然而可怕的是，被咬的人也发生了变异，最后除了几个领导侥幸逃脱，剩下的人全部变成了嗜血的丧尸。眼看情况不对，外面的警卫果断开枪射击，瞬间就放倒了追出来的丧尸。可就在他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，准备上去处理尸体时，丧尸突然再次复活，朝他们发起了攻击。正准备逃走的囚犯们刚好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幕，而丧尸也发现他们，并迅速冲了上来。几名囚犯被瞬间扑倒，整个集中营都陷入一片混乱。教官也在拼命抵挡丧尸，而主管则跑向了卡车，试图开车逃离这里。但他刚要上车，一只丧尸就扑了过来。虽然最后成功干掉了丧尸，但等他上车后才发现手掌上有一道深深的咬痕。眼下主管也顾不上这么多，赶紧一脚油门离开此地。教官好不容易解决丧尸，就看到自私的主管驾驶着卡车离开，而幸存下来的囚犯经过一晚上的逃窜，总算摆脱了丧尸的追击，还在树林里遇见了同样存活下来的教官。不过眼下最大的敌人是丧尸，所以大家暂时也没有精力跟他算账。可这时他们却偶然发现，主管开走的卡车竟然停在了路中间，他们想要开着卡车离开，于是一起干掉了附近的几只丧尸。只是等2人好不容易进入驾驶室，囚犯却因为太过紧张不慎扭断了车钥匙，一切努力瞬间化为泡影，2人只能选择下车。可动静声却引来了丧尸，几经波折后，他们又不得不返回营地，至少这里还有安全的房间可以躲避。罪犯的失误让教官非常生气，抓着他按在地上就是一顿暴打，以为自己还是这里的老大。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，人数更多的囚犯们占据了主导权。长毛问他丧尸是怎么回事，可教官却说他也不是很清楚，只知道他们在进行某种人体实验，结果却发生了意外，而他只是负责为他们提供实验品。直到这时，大家才意识到他们来到集中营的真正目的是当小白鼠。大壮气得立刻用绳子将教官绑起来，几人准备轮流对其进行看守。等到了明天，他们就去武器库拿着武器杀出营地。众人在一辆废弃公交车上休息了一晚，没想到隔天一早，还有2个命大的囚犯在树林中狂奔，2只丧尸在身后紧追不舍。他们最终也逃回了营地，被长毛通过窗户救了进来。但继续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于是大壮决定马上开始行动。只是现在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，那就是没有交通工具，即使他们有了武器，徒步也很难逃出这里。不过教官却带来一个好消息，附近还有一辆能用的卡车，并且类似的营地还有几个，其中一个就离他们这里不远。可谁知就在这时，刚刚逃进来的男人突然口吐污血，这是感染病毒的前兆。男人表示自己并没有被咬，
结果下一秒短发女就从他的脖子上发现了一道抓痕，看来即使被丧尸抓伤也会被感染。一向做事果断的大壮准备立刻排除安全隐患，不料长毛却将他当场拦住，不允许大壮对同伴动手。就在两人纠缠之际，男人突然夺走教官脖子上的口哨，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公交车门口的丧尸被他引过去，众人见状也跟了出去，准备立刻赶去卡车那，而教官却解开身上的绳子，再次来到了实验室。没想到女教官和那个小女孩还活着，原来小女孩的身上有病毒抗体，是研制疫苗的关键所在。话音刚落，教官就直接敲晕了女教官，带着小女孩离开了实验室。另一边被抓伤的男人吹着口哨一路跑进了树林，他知道自己即将变成怪物，于是选择将丧尸吸引过来，牺牲自己给大家争取逃走的机会。囚犯们趁机向卡车跑去，但附近还是有一些丧尸，后面的女囚犯被当场扑倒。大壮和长毛奋力杀出一条血路，总算护送短发女坐上了驾驶室。可就在长毛试图启动卡车时，一旁的大壮为了保护短发女的安危，不慎被几只丧尸咬伤了。知道自己已经感染病毒，他果断带着狮群跑向了树林，直到最后被丧尸淹没。结果长毛好不容易启动引擎，惊吓过度的短发女却没等同伴上车，就独自驾驶着卡车溜之大吉。长毛也被两只丧尸扑倒在地，要不是剩下2名女囚犯及时赶来，恐怕他也难逃一死。逃走的希望破灭，三人只能选择再次回到集中营。此时教官竟凭借自身硬实力，带着小女孩杀出了重围。他们的目的是赶往另一个营地，而长毛这边在回到集中营后，也从地图上得知了另外一个营地的位置，还遇见了醒来后的女教官。虽然女教官之前也挺嚣张，但长毛并没有为难她。眼下他们只想知道病毒爆发的真相，以及如何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事已至此，女教官也别无选择，只能带着他们来到监控室，通过监控视频告诉他们所有真相。原来军方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能够控制人类大脑的寄生虫，然后军方就开始秘密进行研究，目的是利用寄生虫制造出恐怖的生化武器，同时利用小女孩身上的抗体研制治疗病毒的疫苗。经过长达2年的实验，他们终于研制出了一种疫苗，随即便利用犯人开始活体实验。结果被注射病毒的犯人却发生了变异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疫苗不但没有起到作用，反而强化了病毒的传染性，这才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。但即便如此，女教官仍然坚信只有小女孩体内的抗体才能阻止这场灾难，而现在却被那个教官给抢走了。原来教官一开始就知道实验的事，而且是其中的关键人物，并不是他所说的毫不知情。他们猜到对方肯定带着小女孩去了最近的营地，于是打算前去夺回小女孩，但女教官却说自己要留下来，害怕外面的丧尸再也没有了当初那副嚣张的样子。长毛没有多说什么，随即便离开了监控室。根据地图路线，三人很快便找到了附近的营地，只是让他们没想到，这里除了教官和小女孩以外，还有抛弃他们独自开车逃跑的短发女。不过双方并没有一上来就剑拔弩张，长发男只想跟教官好好谈谈，希望他能交出小女孩，而教官却表示自己不仅要带走小女孩，还要带走有几分姿色的短发女。眼看没得商量，两人正准备武力解决问题，不料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，消失的主管拿着手枪走了进来，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更加紧张。奈何对方手里有真理，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，而主管早已饥饿难耐，立刻端起桌子上的食物，放下手里的枪就狼吞虎咽起来。教官本想拿走桌上的枪，但刚要动手就被主管识破。主管表示自己并不想惹麻烦，只是想活着离开这里，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一起合作才有一线生机。可教官却指责主管抛弃部下独自离开，对此主管则解释道，自己当时已经被丧尸咬了，迫不得已才做出选择。不过他第一时间就注射了疫苗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结果话音刚落，主管的样子就变得极不对劲，显然疫苗没有起到作用。眼看对方就要发生变异，教官果断上前夺走他手里的枪，并反手对准了试图冲上来的长毛。他示意短发女先带着小女孩上车，准备将长毛留在这里自生自灭。而短发女在上车后，却发现另外2名女囚犯也在车内，可她却不顾两人的劝阻，驾驶着汽车再次抛弃了长毛。引擎声吸引了教官的注意，长毛抓住机会发起反击，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但这一次还没开出去多久，短发女就在女人的劝说下突然良心发现，调转方向折返了回去。此时长发男经过一番鏖战，成功从对方手中夺走了手枪，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，瞬间就惊扰了附近的丧尸。不过他并没有狠下心杀死教官，丢下没有子弹的手枪便离开了屋子。可他刚来到外面，就被几只丧尸袭击了，紧随而来的教官也在丧尸的围攻下陷入了苦战。眼下两人不得不选择一起对抗丧尸。好在短发女驾车及时返回，在教官的掩护下，长发男趁机爬上了车，但他自己却被丧尸缠住，无法逃走。长发男见状立刻下车救人，可好不容易将他拉上车，下一秒一只丧尸又将他拽进了狮群中，就连坐在驾驶位的女人也不幸被丧尸咬伤了手背，后座的女囚犯更是被丧尸拖了出去。眼看教官也已经被丧尸咬伤，女人只能启动汽车，带着剩下的人离开这里。将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后，女人一脚刹车将车停下。即将变异的她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为了不连累大家，只能选择独自离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幸存下来的3人终于开车抵达了城市。本以为这下总该安全了，没想到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。眼前的城市早已是满目疮痍，很显然已经遭到了丧尸的袭击，丧尸病毒彻底失控了。
看完这部蒙古拍的丧尸电影，我只能说2个字：无敌了。剧本老套暂且不谈，故事情节可以说是毫无逻辑。主角团跑来跑去，不知道要干嘛，明明有武器库却不去拿武器，有交通工具也不知道马上逃走。另外剪辑也非常混乱，制作水平像是一群实习生凑在一起练手的，甚至都不如一些低成本的网络电影。背景音乐更是莫名其妙，有些作品烂到极致就是神作，就比如《沙卷风》，很有创意，可以把它当作喜剧来看。还有些作品烂得非常有特色，不是带点颜色，就是沾点血腥，总能找到亮点。而这部丧尸电影就是一坨，还不如多刷几遍《釜山行》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粉丝宝宝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